与怨气缠斗间，魏无羡竟还能一眼找到蓝忘机的所在，扬起面容，冲着眼角那人灿然一笑。蓝忘机略微一滞，旋即落身，现身于龙尾。按龙摆尾间还未完全登上戏台，尚且还在游人之中，眼下若将附身在龙身上的邪祟打出原形，必须先行疏散人群。与此同时，人群中忽然有人惊呼一声：“哎呀，着火了！你们快看啊，台后起烟了！”话音一落，当时如平地惊雷，又见那戏台一角果真飘起浓烟滚滚，吓得众人如鸟兽逃散，戏台周遭霎时乱作一团。那惊呼的声音竟没有逃走，而是开始有模有样地组织着百姓们撤散开去。戏台边骤然空出来一大片，原本舞龙的青年人们早已扔下长杆，不知逃去何处了。原本隐于人群中的蓝忘机纹丝不动，目光时刻盯着那瘫软在地上的暗龙。有一身着罗裙的小娘子正被亲眷拉拽着与他擦肩而过，见状竟忍不住急切道：“这位公子，那头火势眼看要烧过来，你还是快些！”哎！一个声音插在了二人之间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黑衫青年，背对着蓝忘机，与那小娘子和颜悦色道：“我瞧着这位公子是吓愣了，我马上就拉着他逃。姑娘，你还是快些随父母回去吧。”那小娘子未料到有人会插话，本就是鼓起勇气才上前相劝，闻言霎时羞得两颊通红，转身便跑了。魏无羡回身煞有其事道：“好险！”蓝忘机神色骤然紧张了一分，可有受伤？目光随话音从头到脚打量魏无羡。魏无羡道：“非也，那团怨气并不深重，只是略有几分奇异。险的是，我才与我家蓝二哥哥分开这么一会儿，居然就险些被小姑娘挖了墙角。夷陵老祖威武，眼疾手快，及时掐灭这等小火苗。”玩笑间不过短短数语，那龙身上附着的怨气居然高高飘起，俨然是一副要逃窜的样子。二人对视一眼，身形皆如风动，追着那股怨气一连跑出了3条街，不知不觉将灯火辉映的夜市抛在了身后，脚下房屋也由相对而立的双块状开始向两边分散开。魏无羡高声道：“蓝湛！”话音尚在半空，两道身影便同时左右分开，各沿着一边的房屋疾行，呈包抄之势，竟是要将那团乌黑怨气拦截在中间。神龙川本就坐落于山林与平原交界，多积水成湖，溪流纵横，且水道密集。魏无羡脚下房屋渐渐稀疏，其间又河道交错，只能踩着停泊在湖中的船只顶棚掠身前行。随着视野渐渐开阔，月朗星稀，高悬夜空，月影也倒映于一片群山围绕的碧湖之中。那团怨气居然逃到了这么一处开阔湖泊。魏无羡心下嘀咕：莫不是水鬼上岸，趁着节日之际阳气汇聚，跑出来作祟？转眼往蓝忘机所在方向一看，却愣了神。远处的房檐之上哪里还有蓝忘机的影子？四顾周遭更是一片古怪的静谧，连虫鸣鸟叫都不曾听见。更古怪的是，他们追踪的那团怨气居然和蓝忘机一起消失无踪了。琴音波动，泠泠如高山流水。蓝忘机静立片刻，顺着琴音迈入云雾之中，脚下却不是方才所见的河道与屋檐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平地。此非寻常之境，怕是在追击时无意间迈入了早已设下的幻境之中。念及此处，手中碧尘霎时青光四溢，他每一步都向着方才魏无羡所在的方向走去。琴音骤停，断在了一处突兀的曲调上，素来习琴之人听了大多要蹙眉。蓝忘机止步，目光落在远处渐渐亮起的一点光晕上，那光晕本是模糊隐约的形态，却慢慢由四散的光点汇聚成了人形。与其说是人形，不如说是一个缥缈的影子。四周响起一个低沉浑圆的声音，似从那影子所在之处传来，又像是山林深处回荡的钟声般低缓悠远。蓝忘机道：何人？那声音缓缓道：汝是才见过我在凡界的化身。凡界二字一出，诸多疑惑似拨云见雾。方才他们所见的，不正是百姓比拟双龙相争的场景？蓝忘机道：龙。如此，引他们二人来到此处的怨气，恐怕并非伤人利器，而是另有缘由。
那声音似是在回答他，又像自顾自娓娓道来：凡人无知，勿自杜撰。这山中本有一谭龙，一青龙，数万年前于这山中相伴修行，吾便是那谭龙。双龙争先的故事竟不是传说，而是确有其事。蓝忘机心知这龙将自己引来，应是看中了自己身上与旁人不同之处。若此龙乃是谭龙，那他便知晓为何魏无羡不在此处了。身处此境之中，谭龙似乎能知晓他的所思所想。那声音又响起：小儿甚会，已然猜得。汝先祖出身庙宇，名范阴，姓通悟，曾在此山中与吾有一段仙缘，非其后人无此机缘。如可知千年前，凡世间本无龙王一说，随佛理传入中原，龙便渐渐成了凡人口中呼风唤雨而生的龙王。那声音似乎觉得此言甚是可笑，略顿了顿，又接着道：常言龙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潜渊，大则星云吐雾，小则影界藏形，无所不能。周遭气息渐沉，天地间悲戚骤生。那声音悲寂无比，却缓缓落在了蓝忘机耳边。可凡人却不知，正因他们贪婪无度，予取予求，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害死了无所不能的龙。蓝忘机道：谭龙性如盘山，百姓求风调雨顺，应年者是青龙。那声音冷冷道：自然，若是他魂灵尚在世间，必定庇佑众生。可惜自古以来，凡人只会兀自作孽，再求仙告佛，要那所谓神灵来为他们逢凶化吉。千年前，此地凡人亦如今日这般不知节制，大肆取水，终引得地下深泉枯涸，山崩在即。可那些凡人却仍在做着黄粱大梦。吾等那时还只是修炼的灵魄，并未成神，无法现身驱赶凡人离开此地。他心怀故土，不愿见万千百姓死于山崩之下，便以青龙之身化水，长留这神龙川之中。那声音久久不再响起，似是沉浸在旧事中。半晌，又道：今日吾本欲小成大戒，告诫世人不可滥取无度，辜负他千年前允身之情，却见无知凡人年复一年扮演那所谓双龙争先的可笑戏码，浑然不知感恩，便催生出了一丝恶怨之气。为神千载，吾唯一心系，便是他当年旧事。蓝忘机沉声道：既以为神，不可为恶。谭龙似是笑了，语气亦随之和缓：汝与汝先祖甚像，竟以肉骨凡胎之身见神，此理吾心知。语罢，却话锋一转：与汝同来之人，体魄相异，乃是转生之人，无所言可对。蓝忘机眸色一凛，手中碧尘似乎能感知主人的心绪，冷光四溢，清气逼人。登仙之龙无所不晓，手握命理，蓝忘机不知他言下何意，却因为涉及了心上之人，不由得警觉。那谭龙言语中笑意愈显，叹道：怎么？吾若言他转生知道有违天理，今日要取他性命，汝还要与神相争吗？蓝忘机闻言，神色骤冷：是。好一个与神相争！谁知那原本浑厚低沉的神语，在他道出那一声誓后，便如春风化雨般向四周飘远，与周遭迷雾一道渐渐消散，唯留余音袅袅回荡群山之中。小儿痴人，此缘难得，且自珍之。蓝湛，魏无羡几乎是从数丈远的一处屋檐上径直扑向了蓝忘机，自然是被一双手臂稳稳拖住了。那双手却没有松开，只是将人半圈在身前。魏无羡眼睁睁看着蓝忘机从自己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，此刻这人又从半空若隐若现的迷雾中缓步而出。虽说蓝忘机踏着月色从天而降的场景宛若仙人下凡，可直到把这宝贝神仙抱在怀里，才终于能安心地长出一口气。魏无羡也学着方才蓝忘机打量自己的模样，将这人从头到脚查看了一遍，确定了毫发无伤，才问道：方才你去了哪儿？那团怨气和你一道消失，你与他缠斗了？蓝忘机将谭龙现身之事与他一一道明。听闻那团怨气乃是神龙因心系旧有所生，魏无羡做恍然大悟状，叹道：这龙还真是重情重义，过了万8000年了，还是心心念念那青龙。不过这神龙川的百姓不知自己日日所取用度的山泉清溪，其实是龙身所化，
如此说来，此地却是山林水秀，不能任由后人糟蹋。魏无羡略顿了顿，问道：既然那谭龙不便展露神迹，不如我们帮帮这位龙大哥，小施手段，警醒一下此地的百姓。他眼中放光，似是已经想出了100个小惩大戒的法子，只等蓝忘机点头应允。蓝忘机果然微微颔首。诸事尘埃落定，魏无羡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，嘴上却又开始发飘。蓝湛，方才你一眨眼就不见了，我只当你是回头去找那貌美的小娘子了。可怜这月黑风高夜，留我独自一人望湖长叹，险些要去挨家挨户敲门寻你。腰间双臂倏地收紧，蓝忘机无奈道：魏婴。魏无羡笑道：我在呢。这人顺其自然抬臂环住了蓝忘机的脖颈，不小心压住了他肩头一束青丝，还细心地理了理。魏无羡抬着脸，一派洗耳恭听韩光君教导的模样。蓝忘机眸色浅淡，可每每望着这人，眼底便深如夜色，满坠星辰。他低头在魏无羡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。今夜虽静，明月却不曾听见二人的耳语。神语，痴儿，此缘难得，且自真挚。世人却在心上之人耳边低语，一字一句，从头至尾，百转千回，都是那人的名字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